雀骨令的确在我手中，但若是我不给呢？小丫头，我觉得齐王不错，萧无一不行，在他眼里，你连块令牌都不如。无一，有肉在他手上。今天你让谁死，谁就死。我不选。选一个，一个肯为你交出雀骨令，一个完全不在乎你。夏无一，你放开我！夏雨，你选一个，没人会怪你。阿史那奇，何必为难他呢？雀骨令我自会给你。此番你利用雀骨令，无非就是想要挑起君臣相疑吗？既如此，夏无一，你住手！我来替你选。齐王的命，我要了。好啊，你若杀了他，我也好放了这小丫头。秦王，你不是说愿意以一命抵他一命吗？正好成全了你。夏无一，你住手！萧无一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是无君无父啊！萧无一，这是当朝监国，这里是安泰门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快别说了，萧无一若是真的要造反，你还要上去同他拼命不成？萧无一，你若敢放箭，便是弑君之罪。说，是谁劫的你？云帝，他一直都在，他来带我回家了。云帝，我的明帝。要想见活的谢家瑜，带上所有雀骨令至安泰门。小女郎，中了我的迷药，你就别费劲了。家君，你绑我做什么？我曾有一只鹰叫鸣笛，幼年放牧时捡的。它那时被猎人射伤，奄奄一息，是我救了它。自此它便一直跟着我。可自我入南叶20年了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它。他肯定是已经死了，要不然就是被人抓住煮熟了给吃了，或者就是把羽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做成羽扇。别费劲了，都停下！再向前一步，这小丫头就没命了。夏雨，崔俊，放了他！谢家瑜一介女娘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与她无关。世子和监国的心上人，怎会无关？把兵器都给我放下！
骨令都带了吧？自然是带了。崔俊，你就算拿了却骨令，你也一样逃不出去。谁说我要逃了？萧无一，你和谢家瑜的这场戏唱得不错呀。栽赃李乐君的那枚却骨令，是你萧家的吧？而郡主的那一枚，明明还在李茂手中。给你。只要你放了他，我的命换他的命。看来齐王对你确实是真心，他一点犹豫都没有。萧无一，你的呢？却骨令的确在我手中，但若是我不给呢？小丫头，我觉得齐王不错，萧无一不行，在他眼里，你连块令牌都不如。无一，留在他手上。今天你让谁死，谁就死。我不选。选一个，一个肯为你交出却骨令，一个完全不在乎你。萧无一，你放开我！佳瑜，你选一个，没人会怪你。阿史那奇，何必为难他呢？却骨令我自会给你。此番你利用却骨令，无非就是想要挑起君臣相疑吗？既如此，萧无一，你住手！我来替你选。齐王的命，我要了。好啊，你若杀了他，我也好放了这小丫头。齐王，你不是说愿意以一命抵他一命吗？正好成全了你。萧无一，你住手！萧无一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是无惧无负啊！萧无一，这是当朝监国，这里是安泰门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快别说了，萧无一若是真的要造反，你还要上去同他拼命不成？萧无一，你若敢放箭，便是弑君之罪。说，是谁劫的你？云帝，他一直都在，他来带我回家了。云帝，我的明帝。萧无一最后还是没有把却骨令拿出来。李茂还是不如萧无一沉得住气呀。对齐王这一箭本来就是要射的，如今朝野上下都看见萧无一对齐王放箭，不忠不臣，真是意外之喜。太后，您放了崔俊，一箭双雕，真是妙啊！太后呢，也不想跟你干耗着，愿给你两条出路，一条现在就死，另一条放你出去。出去？你身为北前暗探，做了这么多的事，不就是想看着大业乱吗？现在太
太后愿意给你这个机会。太后，您是否还是要除掉齐王？我看，不如拉拢。你看李乐君从前装得多乖巧，如今呢？无论是李茂还是李乐君，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狼崽子。如今羽翼未丰还好，要真待那日，李茂凭借北府改制立了自己的威，吾和陛下哪儿还有立足之地？阿紫，他这伤真的没事吗？放心，他从前受的伤比这严重10倍、100倍，他都没事。那也不能因为从前受过的伤更严重，就觉得眼下的伤无所谓。瑞生阿紫，请你再多想想法子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盯着他喝药，一滴都不剩。世子的药里呢，的确还缺一味黄连，等会我加上。世子，东宫的宫女阿婵，哦，就是谢娘子从前救过的那位舞姬。她托人送出一份药渣，齐王殿下不对劲，恐怕要不好。这是东宫近日唯一传出的消息。怎么会？不是说那一剑伤得不深？是不是剑上有毒？我那日掌心有伤，也摸过剑。若是有毒，我不会没事。查查药渣，有问题。我想起来了，从前我随外祖父行医，在山间采药，碰到过一种有百合香的草药，嫩芽有毒，毒发时就像普通高烧，烧着烧着人就没了。若是不了解这毒的大夫，找不到病因啊，通常就会不治而亡。那阿茂是不是也中毒了？他会不会？放心，这毒只是症状隐秘，解倒是不难解。别担心，我记得你外祖父曾在太医署任职。是，不过后来外祖提前告休，带我在民间行医，没几年就故去了。何时告休？大约13年前。当今陛下登基之后没多久。高烧，中毒，立刻再谈东宫守备和禁军布防。诺。我需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阿紫，要不咱们走墙吧，会一点轻功，可以把你们都抱进去。秦太医，老太太说了，蕊夫人与于氏早已断绝往来，今夜蕊夫人不曾来过余产。改制，乃大势所趋，并非屠戮世家。若有同心协力者，自当加以恩典，立为典范。那太后呢？太后昏聩年迈，当收其印玺，移居别宫，颐养天年。来人！花儿，滚开！花儿，母后都是为了你呀。我拿到家主印的时候，祖父告诉我，为了核实全族的未来，可以牺牲任何人，包括他的女儿。姑母，您的阿父和儿子都已经放弃您了。
你以为你能独善其身？陛下，臣女何元姬得太后赐婚萧世子，成婚5年，无德无贤，请陛下废除萧何2世婚约，准臣女与萧世子和离。臣女愿率何氏支持世子改制。准。世家盘根错节，连朕的皇位都是他们赐予的，朕做不了的事，你们替朕去做吧。萧无一，朕会下一道密旨，若朕有一日病天，便让太后随朕一起走，免得她再以孝道之名行擅权之事。今日你替朕压下了昔年宫廷丑事，保全了皇室颜面，来日朕替你做这个恶人。臣谢陛下恩典。齐王礼貌。臣在。朕赐你天子酒印，日后替朕行事，不必再另行请旨。谢陛下。崔氏案就由你主审吧。臣领旨。无一，感谢今日帮忙，若不是你带秦太医来，太后可能就得逞了。谢家玉已经去追李乐君了。乐君，别来无恙。我原本以为安泰门是太后的手笔，原来是你。不断的利用太后，利用我制造健康混乱。只要巡防营兵马调动，大理寺守备松懈，你便能找到机会唤出李乐君，将他送出城。可至少我帮你除掉了太后，这还不够吗？是非对错，人命底线我都理解，可李乐君永远会是我的例外，所以我把选择权交给谢家瑜。萧无一，你太残忍了，无论是对我还是对谢家瑜，你以为他杀了乐君就能释怀吗？不，这只会让他更难面对。我偷偷把乐君换出去，乐君也能活下来，谢家瑜也会以为他复仇了，这不是最好的安排吗？你太小看谢家瑜了，他没那么容易被打倒。他可以做选择，而这个选择也只有他能做。家瑜，我与郡主并非私怨，而是政敌，我只能如此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好，那么今日我就亲自替我阿母报仇。哥哥若是知道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就让他亲自来找我。我可以去北秦，燕王想要与我成亲，我可以利用这一点潜伏北秦。崔君为北秦潜伏大业20年，他能做到的，我也能。哥哥是监国，我潜伏北秦，你可以相信我的忠诚。我为暗探，既可以替哥哥实现他的抱负，替萧无一掌握北秦动向，而且暗探九死一生，就算我被北秦人杀了，也不算你动手。佳玉，你我朋友一场，我不希望你亲手杀我，那就交给天意。
以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你我之间再无兄弟。只有君臣。鹰王，平宁县主，这么巧？不巧，我就是来寻你的。快点，走，快！你之前不是说，你若哪日有愿意了，来北秦找我，我殷王府永远为你敞开大门。如今我来了，你后悔了？美人投怀，本王怎敢拒绝呀？但此花虽美，本王却不知是否有毒。我杀了谢家宇的母亲云昭郡主，我是从萧无疑和谢家宇的手中逃出来的。若是我再回到大业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已经无家可归了。萧无疑他跋扈专权，我哥哥根本就不能与之对抗。但我相信终有一日，我哥哥一定会跟他兵戈相向，一决高下的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想你与我哥哥是殊途同归，我可以成为你们二人之间的桥梁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么快就收拾好了？母亲，元姬啊，这么些年，这偌大的靖安王府，其实一直都是你在陪着我。只可惜我们没有婆媳的缘分。无一就不说了。其实，安明他母亲，我心中对一人有愧，难以释怀。心有挂碍，也罢，是我们萧家没有这个福气。云姬，你此次合离归家，收拾何家多年的弊病。何家一旦支持改制，必会受到其他世家的攻击，还有很多难关在等着你。你若有难处，便回来。这锦衣院依旧是你的，这靖安王府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母亲，元姬啊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要个女儿，可惜无福。我收你做干女儿如何？以后我们母女相承。你依旧是子期的夫子，你意下如何？母亲不弃，元姬自然愿意。在这靖安王府的几年里，是我一生中最自由恣意的日子。元姬，三生有幸，快起来。
袁家子不打算告诉柳昭琳他的身世。裴氏已被何太后找借口满门抄斩，若让柳昭琳想起他就是裴润恒，何元基从现在开始执掌何氏，实际上也算得上是柳昭琳的仇人。他们两个之间该如何面对彼此呢？如今，崔氏案的审理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崔氏擅采私矿，戕害女子，证据确凿。然而崔俊已死，崔令仪与崔少安共同阻止崔俊回天，助女子逃生，功过相抵，最终没收家产，崔少安贬为庶人。安茂还是心软的。李乐君的事，你不怪他了？你不是让我自己处置吗？此事已矣。其实这雀谷令的秘密已经被我破解了，有没有令牌不是那么重要。你看，图上这3个光点就是矿藏所在。这是我师父生前走遍大业画下来的堪舆图。你看图上这3个地方，是不是和雀谷令上的这3个点很像？我让叶行去了这几个地方，将水源和沙土带回来，就能知道是否藏有矿藏。叶行？哦，就是那个影史，我给他取的名字。我本不想留下他。但他说影史的使命就是守护皇族，君主已去，他本该自尽。如果不留下他，他就只能去死，这也太吓人了。所以我就只好留下他，给他取了个名字。我可不想他跟他兄长一样。你们皇族影史的规矩都是这样的吗？主君死了就要一起殉葬？那你之前那些……他们从小便接受这样的训练，认为这是荣耀。非一时可改。好吧，虽然文熙皇后是你的母后，文熙帝是你的父皇，但我不得不说，他们的手段还是挺吓人的，比那个崔俊也好不了多少。所以你不当这个文熙太子也挺好的。真的救活了？他也是北府军中的，去年脑部受了重击，生了血晕，但他比你严重，当下便失明了。这1年来啊，我一直在为他诊治。他也是个想活的，什么法子都敢试，什么药都敢吃。如今终于让我找到了清除血瘀的方法，现下他的视力已经恢复了。如果好好调养，相信寿数跟常人无异。什么方法？针灸、开颅。被你这么治的患者有几个？3个。就活了这1个吧。另外2个呢？死了还是瘫了？能找到法子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还挑挑拣拣。你不是想活吗？现在法子告诉你了，你若不肯试，当我没说。我不是。你病情没他那么严重，治疗起来没他那么凶险。我保证，对你我更有把握。只要治好了，就没有寿数之危了。就算是再小的风险，我也赌不起，北府更赌不起。行，那你就等着3年眼瞎，5年见阎王吧。我去告诉家瑜。不许去。这是军令。家瑜不知你病情，他还计划着走遍大业，复原矿藏图，你也舍得？他是为了郡主，也是为了他自己，完成游历四方的心愿。那你们时间本就不多，可以等什么？等我死了以后再给他自由吗？万一我命好5年之后没死呢？
他就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守着我。谢家鱼有谢家鱼的路要走。